我研发的秘制烤鱼，让叔叔家濒临倒闭的饭店起死回生，日入10万。他当众承诺给我1半股份，可月底我找他兑现股份时，他却只扔给我5000块钱。林墨，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，干得不错，下个月继续努力。叔，您说的股份？什么股份？你一个炒菜的也配跟我谈股份？我给你个平台让你施展，给你5000块工资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。当初你可是说好的，那秘方我儿子已经看会了。你现在对我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了，你要是不满意，可以走。叔，那道菜的核心酱料是我用10几种香料复合调制的，差一味味道就全变了。你确定真的看会了？吓唬谁呢？离了你，我这生意照做。月底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桌客人。烟雾缭绕中，我看到吧台前正在清点营业额的叔叔林洪昌，他笑得红光满面。不用想，这个月的营业额后面一定是密密麻麻的零，就像是成都。哥，妈妈的心脏病越来越重了，医生说必须尽快手术，费用至少要50万。只要小莫能把饭店救活，我把饭店1半的股份给他。侄子帮叔叔，叔叔还能亏待侄子。以后嫂子的病，我这当弟弟的也一起扛。正是这句话让我看到了希望。我辞掉了5星酒店的工作，一头扎进了他这个烂摊子。1个月我瘦了15斤，但也把饭店从地狱拉回了人间。按现在的流水，1个月分红10几万应该不成问题。小莫还没走呢。叔，想跟您聊聊。行啊，来我办公室。林墨，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，干得不错，下个月继续努力。叔，您说的是工资？5000块，我知道不多，但店里刚有起色，到处都要用钱。你先拿着，下个月生意好了，叔再给你加。叔，我妈那边医院又在催了。股份？当初您在我爸面前说好的是股份，是分红。林墨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过给你股份？您亲口说的，还当着我爸。哦，我那是为了激励你好好干，你还当真了？你一个炒菜的也想谈股份？那是你妈，又不是我妈。我这饭店刚有起色，哪有闲钱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自己妈的手术费找我要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爸，哥，聊什么呢？哥，是不是为了钱的事儿？我爸就这脾气，你别当真。那秘方我跟着你学了1个月，也看会了，以后我来做，你就在旁边指导指导，我爸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听见没？那秘方我儿子已经看会了，你现在对我来说一点价值都没有了。你要是满意这5000块，就留下继续干；要是不满意，现在就可以走。我告诉你，林墨，离了你，我这生意照做，我马上就能找到更好的厨子。别拿你妈的病来道德绑架我，我可没这个闲钱去填无底洞。叔，那道菜的核心酱料是我用16种香料，按照特定的顺序和火候复合调制的。其中最关键的一味引子，是我用北杜一种独有的山菌，配合3种豆子，亲手发酵49天制成的。差这一味，味道就全变了。你确定你儿子真的看会了？吓唬谁呢？离了你，我这生意照做。爸，我在那秘方了。儿子，你真把那秘方信吧？不就是那10几种香料吗？我天天看他调，闭着眼睛都会，我还偷偷记了笔记呢。好，好儿子，明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店的大厨，我倒要看看离了他林墨，我这生意是不是就做不成了。回到后厨更衣室，我打开储物柜，从最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密封的黑色小陶罐。罐子一打开，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醇厚而霸道的复合香气瞬间溢出，那才是我秘制烤鱼真正的灵魂。这就是我用北地山菌和3种豆子发酵了整整49天的核心酱料——菌豆酱。第2天，我没有立刻去找新的工作，我先是给妹妹转去了5000块钱。
挂了电话，我看着银行卡里仅剩的余额和手机上那张50万的催款单，前所未有的压力像潮水般将我淹没。我必须尽快找到赚钱的办法。我去了本市最大的药材市场，花光了身上最后一点钱，买了一批新的山菌和香料。叔叔想通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。饭店是你救活的，就该有你的一半。文修那小子还嫩，很多事儿离了你根本不行。你回来继续当你的总厨，带带他，咱们叔侄俩一起把饭店做大做强。叔，您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叔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是这样，市里最有名的美食博主大胃王凯哥，你知道吧？他下周6要来我们店里做直播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。到时候你亲自上灶，当着直播间几十万人的面，做出最正宗的秘制烤鱼。等直播火了，咱们店的名气就彻底打响了。到时候别说50万，500万都有了。他终于说到了重点，我瞬间明白了，他根本不是良心发现，而是不放心林文修那个半吊子，怕他在直播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毁了饭店的口碑。等直播结束，利用价值被榨干，他又可以再找个理由把我一脚踢开，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。怎么样，小莫？回来吧，你妈的病不能再拖了。不必了。我说不必了。您的饭店我高攀不起，您那天才儿子我也不配教。林默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我真的离不开你？我告诉你，文修已经把配方改良了，味道好10倍。既然你不要，那就别怪我了，你就守着你那个病鬼老妈，等着她断气吧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这50万，你怎么救她？转眼就到了周6，这几天林鸿昌的饭店为了给大胃王凯哥的直播活动预热，宣传做得铺天盖地，公交站牌、本地美食公众号，甚至我租住的城中村电线杆上都贴满了林氏烤鱼史诗级生机。家人们，没有骗你们吧？看看这人气！今天应林老板盛情邀请，我们来现场品鉴一下他们家史诗级升级版的秘制烤鱼。是塔东和大胃光开往天才总厨林文修，据说又对秘方进行了颠覆性的改良。来了来了，家人们，看看这卖相，绝了！凯哥怎么样？味道是不是比上次更好吃了？家人们，对不起，今天的这场直播我播不了了。这个烤鱼和我上次吃的完全是两回事。不，这根本就不是一道菜。鱼肉是腥的，酱料只有一股呛人的辣味和廉价香精的甜腻味，根本没有所谓的复合香气。吃下去，我的舌头都是麻的。这不是鲜麻，是话剧品放多了的死麻。你们不但没有升级，反而是把一道好菜做成了垃圾。林老板，你们这是在砸自己的招牌，更是在欺骗消费者，欺骗我的几百万粉丝。太难吃了，跟上次的味道天差地别。不吃了！不可能，我明明是按照配方做的，我还加了更贵的香料，怎么会这样？林老板，你们店从今天起上我的永久黑名单。家人们，老板，老板。
小莫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快回来啊！股份，我给你股份，一半不60%都给你，只要你回来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我现在没空。没空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没空？天大的事又给你妈凑手术费重要吗？是啊，我刚跟人签大的势头，要把我的秘制烤鱼配方以200万的价格独家授权给别人。你说什么？200万？卖给谁？你不能卖，那配方是我们家的，你凭什么卖给别人？你们家的？林大厨，你是不是忘了是谁说那配方你已经学会了，还改良了？我的改良配方一出，绝对横扫整个市场。既然是你的东西，那你现在就用你的改良配方去解决问题啊！找我干什么？电话那头瞬间死寂。林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是不是非要看着我们家家破人亡你才甘心？我可是你亲叔叔，你身上流着我们林家的血。当初你把我赶出去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亲侄子？当初你羞辱我，说我一文不值的时候，怎么没念及这点血缘？林鸿昌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苦果也该你自己尝。夜色中，我拨通了另一个电话。王哥，我是林墨。林墨师傅，你可算联系我了，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王哥，你还想不想合作？想啊，怎么不想？做梦都想。从今天起，把你的店名改成正宗林氏烤鱼，我们合伙，利润你7我3。不过，我们得有合同证明。王老板直接同意了，知道我妈的病情之后，还直接给我打了10万定金，说干就干。王老板是个行动派，我的电话挂断不到10分钟，他就带着人把他的招牌给拆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龙飞凤舞的正宗林氏烤鱼7个大字就挂了上去。这一下等于是在林鸿昌脸上又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。我则在后厨将我那套尘封的调料和工具拿了出来，真正的核心酱料根本不是林文修看到的那么简单。那16种香料除了配比和火候，最关键的就是我那罐独家发酵的菌豆酱。熬了6个小时的菌豆酱，酱香醇厚，用来做烤鱼底酱最好不过了。3天后，我们的正宗林氏烤鱼正式开业，没有请媒体，没有大肆宣传，只在门口挂了个开业大酬宾，全场8折的横幅。是这个味儿，就是这个味儿，这才是真正的秘制烤鱼，不，比我之前在季家吃的味道还要醇厚，还要香。他的惊呼立刻吸引了其他正在观望的食客，很快1传10，10传百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的小店座无虚席，门口甚至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场面比当初林鸿昌的饭店最火爆时还要夸张。大胃王凯哥也听说了消息，不请自来。他为了洗刷自己职业生涯的污点，在我们店里做了一场长达3小时的直播，从烤鱼的诞生讲到我的遭遇，再到如今的东山再起。直播间的观众们义愤填膺，纷纷表示要来支持我这个正版原创，抵制季家那个无耻盗版。我们的店彻底火了。林墨，你这手艺绝了！王老板，您好，这是您的号码，谢谢。第1个月过后，王老板按照合同给了我一笔丰厚的分红，我第一时间把钱全部用来支付了母亲的手术和后期康复费用。就在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饭店的经营中，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向发展的时候，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人性的险恶。林墨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眼里还有没有亲人了？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？你叔叔刚才来家里了，他都跟我说了。他说他当初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，你就记恨在心，
不仅抢了他的秘方，还故意在他对面开店，把他往死路上逼。爸，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是他先过河拆桥。你给我闭嘴！他再不对，也是你亲叔叔，身上流着我们林家的血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去对付自家人？他跟我说，只要你肯把真正的秘方给他，再从你那家店里退出来，他既往不咎。你听到没有？爸，我不可能答应。路是他自己选的，我没有对不起他。好，你翅膀硬了，不听我的话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答应，就别认我这个爹，没你这种六亲不认的儿子。当天下午，本地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家庭调解类电视节目突然发布了一段预告片。预告片的标题是“侄子为外人逼垮亲叔，古稀老人跪求儿子回头是岸”。节目组还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忘恩负义、被金钱蒙蔽双眼的现代陈世美。这段预告片在本地的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，一夜之间，我从一个被同情的励志的创业者，变成了一个被千夫所指的六亲不认的白眼狼。这就是你说的那家店？是。你觉得他们在看什么？不知道。我们是不是来晚了？店里的生意一落千丈，原本需要排队的餐厅变得门可罗雀。就在我心力交瘁之际，一个调解节目的制片人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林先生，关于您和您父亲、叔叔的家庭纠纷，我们深表同情，希望您能准时参加。当然，您也可以选择不来，不过那样全国的观众可能都会认为您是心虚了。我答应了节目组的邀请，我知道这是林鸿昌精心为我准备的陷阱，但也是我唯一能够当众澄清真相的机会。要么我在全国观众面前身败名裂，要么我让他们在万众瞩目下自取其辱，没有第三条路。周六晚上，我独自一人来到了电视台，演播厅里灯火通明，观众席上坐满了人。我爸、叔叔林鸿昌、婶婶王兰，还有堂弟林文修，已经坐在了嘉宾席上，一个个面带悲戚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林墨先生，看完了这段 VCR， 面对你父亲的眼泪和你叔叔一家的困境，你难道就没有一丝愧疚吗？愧疚？在谈论愧疚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事实的真相搞清楚？真相就是你偷了我的祖传秘方，忘恩负义，把我逼上绝路，这就是真相。祖传秘方，叔叔。你确定那是你家的祖传秘方吗？当然。那好，这是我3年前为我的菌豆酱及其在烤鱼烹饪中的应用技术申请的证书。林墨先生，你所拥有的专利是这项吗？可是一店这类的专利些，并只是病人嘛。啊！这不可能！你这是伪造的！伪造？叔叔，主持人，证书上有专利号，您可以让后台工作人员立刻进行。后台立刻开始操作。几秒钟后，结果就显示在了大屏幕上。官网的公开信息与我提供的证书分毫不差，铁证如山。所谓的祖传秘方，从一开始就是属于我的独家专利。现场的舆论瞬间逆转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因为我念着那份亲情，因为我以为血浓于水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就算专利是你的，那你也不能把我往死路上逼呀！我们现在饭店倒了，一无所有，拉我们一把吗？是啊，林墨先生，毕竟是一家人。林先生现在已经认识到错误了，你看是不是可以拉他们一把？当初我妈躺在医院里，等着50万做手术救命的时候，你们谁想过拉我们一把？叔叔，
你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摸着你的良心说，林墨这一下是释放秦虚的心虚？你说只要我把饭店救活，就给我1半的股份。你说我妈的病，你这个当弟弟的也一起扛。这句话敢说你没说过吗？我那是喝多了说的胡话。胡话，一句胡话就想抹掉你的承诺，一句胡话就差点让我妈没钱手术死在病床上。当我把饭店从地狱拉回人间，日入斗金的时候，我去找你兑现承诺，你又是怎么对我的？你扔给我5000块钱，说那是我1个月的工资。这些话，你敢说你没说过吗？林鸿昌一家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，把我逼上绝路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现在你们走投无路了，又想起来跟我谈亲情、谈血缘了，晚了。各位，闹剧结束了，接下来该我的律师登场了。林鸿昌先生，你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我当事人林墨先生的专利区，并涉嫌盗窃商业机密。我们正式通知你，我们将对你提起诉讼，索赔金额暂定为1000万。由于贵节目在播出前未能尽到对内容的核实义务，发布了大量不实信息，对我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我们将保留追究贵电电视台和相关节目组法律责任的权利。那场直播最终以演播厅信号被强行切断而告终，但它掀起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，所有的舆论都调转了方向。家庭调解节目组公开道歉，承认内容失实。季鸿昌一家成了全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他们的住址、电话被愤怒的网友扒了出来，家门口被堆满了垃圾，墙上被泼满了油漆，写着无耻小偷忘恩负义的字样。他们不敢出门，不敢接电话，像老鼠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承受着无尽的唾骂和诅咒。吃了辣的再吃蒜香的，绝了！绝了，太绝了！你们找这样的生意很好，没错，生意棒。你看这张口人，看他们家生意多好。对，法院的判决很快就下来了，林鸿昌一家侵犯专利权和盗窃商业机密的罪名成立。由于他们根本无力偿还那1000万的巨额赔款，法院强制执行，查封了他们名下所有的财产，包括那套他们住了几10年的老房子。判决下来的那天，我爸一个人来找我。小莫，你叔叔他们真的要被赶出去了吗？那房子是他们唯一的家了。当初我妈等着钱救命的时候，我也以为亲情是我们的依靠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几天后是法院强制执行的日子，林鸿昌一家像垃圾一样被从他们自己的房子里清了出来。我没有再看他们一眼，转身离开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默默，妈就知道你一定行的。哇，哥哥好厉害！妈，小妹，这才刚刚开始。我把母亲和妹妹都接到了身边，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生活。只是我爸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我。这天是母亲的生日，哎呀，你妈她还好吗？很好。爸，今天是我妈的生日，她一直念叨你，你过来吧，一起吃顿团圆饭。我还有脸去吗？我当初那么对你，帮着你叔叔骂你，
逼你。都过去了。哥，一家人没有翻不过的坎，妈等你呢。好，回来了就好。小莫，爸，进来吧。老林可算来了，就等你开席了。爸，我对不起你们娘俩，更对不起小莫。爸，别说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好，好，以后爸都听你的，谁也别想再挑拨咱们父子关系，谁也别想欺负我的儿子。好，来，哥哥快看！我以为自此之后日子会彻底安稳，可人性的贪婪总会在不经意间卷土重来，新的冲突悄然而至。林鸿昌死后，他那一脉的远亲一直心存不满，觉得是我逼死了林鸿昌，断了他们的指望。这群人平日里游手好闲，总想着靠亲情道德绑架捞好处，如今见我飞黄腾达，便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。林默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逼死了你叔叔！起来呀！你们这群人，平日里靠着林鸿昌占小便宜，现在他死了，就想道德绑架小莫，捞取好处。我告诉你们，门儿都没有。小莫是我林建国的儿子，他守底线、讲良心，靠自己的手艺吃饭，光明正大。谁要是敢再欺负他、砸他的店，先从我身体上跨过去。原来是这群人想讹钱啊！太不要脸了！人家老板靠自己的本事赚钱，关他们什么事儿？道德绑架最可恶，支持老爷子！就算他没错，可我们是亲戚。他现在发达了，帮衬我们一下怎么了？亲戚，真正的亲戚是互相扶持，不是趁风打劫。你们今天砸店闹事，已经违法了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让他们来评理。我们就是来讨个说法。既然你这么绝情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林默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林默，你给我们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这事儿。林老板，林老板，林老板，好样的！林老板，祝他们生意兴隆。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见父亲为了我不顾一切对抗所有人，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、怕惹麻烦的老好人，而是成了守护儿子的大山。小莫，爸没给你丢脸吧？爸，你是我心里最了不起的爹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以后咱们一家人齐心，谁也别想欺负我们。远亲闹事的事情过后，父亲彻底放下了所有的心结，每天都来店里帮忙。他不懂复杂的餐饮运营，也调不了秘制酱料，就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每天清晨6点准时到店，打扫卫生、择菜洗菜，给后厨师傅端茶倒水，给排队的食客搬凳子、递温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小莫，爸这辈子没本事，年轻的时候让你和你妈受了不少苦，老了还糊涂犯错，差点毁了你的前程。爸，我从来没怪过你。以前我总觉得亲情就是包庇，就是忍让，不管对错都要帮自家人。
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的亲情是讲道理、守底线，是你好我为你开心，你难我为你撑腰，不是是非不分，更不是助纣为虐。我还发现父亲藏着一个老手艺，做手工辣椒酱。他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学过做酱，味道香辣醇厚，比市面上买的还要好吃。我尝过之后，当即决定把父亲的手工辣椒酱加到店里的配菜里，免费送给食客。好啦。爸，你是我的大功臣，以后咱们父子同心，把咱们的烤鱼店做得更大更强。来，烤鱼了解一下。林先生，请。好。这天，我接到顾客投诉，说在城郊一家林氏烤鱼店吃到的烤鱼味道极差，鱼肉发腥，酱料刺鼻，吃完还拉肚子。我派人去核查，发现这家店是彻头彻尾的仿冒店，老板是一个叫张勇的外地人，不仅盗用我的品牌名称，还私自模仿我的酱料配方，侵犯了我的专利权。不行，武力解决不了问题。咱们走合法途径，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小莫，爸支持你，咱们靠手艺吃饭，光明正大，绝不能让这些奸商坏了咱们的名声，更不能让他们欺骗消费者。我立刻安排律师整理好专利证书、商标注册证、仿冒店的侵权证据，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，同时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张勇立即停止侵权，公开道歉，并赔偿经济损失。张勇得知后，不仅不收敛，反而带人来我的总店闹事，堵在门口辱骂我，说我仗势欺人，抢他的生意。对店所有咱们好闹事，林默不化冤，你想收拾我？大家看看，这个人是仿冒店，盗用我儿子的专利配方，用劣质食材坑害食客，还好意思来闹事。查封完毕，侵权设备及食材已扣押。我儿子说了，做人要守底线，做生意要讲良心，违法乱纪的事儿咱们不做，也绝不容忍别人做。维权事件过后，我的餐饮集团步入了稳步发展的快车道，全国分店突破80家，年营业额破亿，我也成了业内公认的烤鱼大师，多次受邀参加美食节目，分享我的匠心与坚守。妈，我被录取了！好，恭喜小妹林氏大学月录取了。林大爷的酱绝了！开饭啦！来，尝尝这个，五谷丰冬笑开颜。好。歌声万里连成天，欢乐中国年。还是我儿子做的鱼最好吃，这鱼里藏着咱们家的团圆，藏着你的匠心，更藏着咱们一家人的和气。以前咱们家经历了那么多波折，现在总算团圆了，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和和气气，比什么都强。祝爸妈身体健康，祝哥哥生意兴隆，祝咱们一家人永远团圆幸福。小莫，爸以前错了，
以后爸永远陪着你，守护咱们的家，守护咱们的手艺。爸，有你和妈在，有这个家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我靠自己的匠心与坚守守住了事业，挽回了亲情，守好了自己的家。我终于明白，善良要有锋芒，忍让要有底线，而亲情永远是最温暖的归宿。往后余生，匠心守艺，孝心顾家，阖家团圆，万事顺遂。这就是我最想要的圆满人生。